今晚，咱们来聊一个能把天文学家逼到失眠的话题：宇宙里那些最离谱、最反常、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别误会，他们不是害怕，相反，真正折磨人的是那种我明明学了一辈子物理，可他偏偏不按剧本来的困惑。说实话，我也很困惑，因为在这片浩瀚到让人眩晕的宇宙里，我们确实撞见过一些东西，按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它们本不该出现，就算出现，也不该那样表现。它们像是在规则边缘跳舞，甚至像是直接把规则撕开一个口子，让你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我们漏掉了什么关键拼图。我说的不是科幻小说那种脑洞设定，也不是纯理论推演、纸上谈兵，我指的是真实的观测结果，被望远镜接收到，被仪器记录下，被我们反复测量过的东西。宇宙里确实有某些存在，正在做着一些奇怪的事，而我们只能站在旁边，像看一场没有字幕的外星电影。画面有了，声音有了，但剧情完全看不懂。过去几十年，望远镜越造越强，探测器越飞越远，我们观察宇宙的眼睛越来越锐利。结果呢？我们不但没把宇宙看得更简单，反而像打开了一个更深的迷宫。我们偶然捕捉到一些现象，让科学家们反复咀嚼、争论、推翻、再重建。有些挑战了我们对物理的直觉，有些暗示宇宙里可能存在我们还没理解的过程，还有一些，坦白讲，就是怪得离谱，怪到你会下意识皱眉。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深入之前，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把宇宙的谜团一层层剥开的探索，记得点个赞，订阅一下。对你来说只是轻轻一点，对频道来说却是很关键的支持。小动作，大意义。好，进入正题。让我先把时间拨回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夜晚，1977年8月15日。那天，一位叫杰瑞·艾曼 （Jerry Ehman） 的人，正坐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盯着大耳朵射电望远镜打印出来的数据。你可以想象那画面，一长条一长条的字符、数字、噪点曲线，看久了眼睛都发干。可他做的事非常硬核，在噪音海里寻找可能来自智慧文明的有意义信号。这台大耳朵望远镜属于 SETI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的一部分，它每天就像个极度耐心的宇宙收音机，扫描天空，监听无线电波，盼着能捕捉到某个不属于自然随机噪音，而更像有人在说话的痕迹。大多数时候，结果都很无聊，背景噪音一片，平平无奇。宇宙很大，但信号往往很冷，更多时候只有沉默。可偏偏就在那一天，艾曼看到了一段异常，异常到他下意识拿起红笔，在那张打印稿的空白处写下一个词：哇。这就是哇信号这个名字的来历，不是学术命名，不是复杂编号，就是一个人类在面对未知时最本能的反应。哇，这是什么？这个信号持续了大约72秒，短得像眨眼，但在那72秒里，它的强度是背景噪音的30倍，就像你在嘈杂的人群里，突然听到有人用扩音器喊了你一声，而且喊得还特别清晰。更关键的是，
它来自人马座方向天空中的某个特定区域。也就是说，它不是到处都有的噪音，而像是从一个明确方向投射过来的东西。这就让它一下子从可能的偶然变成值得高度警惕的异常。而它的频率呢，大约在1420兆赫附近，接近著名的氢线频率，也就是和氢原子相关的一条天然宇宙标尺。这为什么重要？因为氢是宇宙里最常见的元素，几乎到处都是。你可以把氢线想象成宇宙里最普遍、最容易被任何文明注意到的一条公共频道。如果你是一个想对陌生文明打个招呼的外星文明，你很可能会选择这种谁都知道、谁都能找到的频率。就像人类第一次向陌生人示意时，会先挥挥手，用最通用、最不依赖文化背景的方式。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细节让人更抓狂。大耳朵望远镜有2个接收器，它们会间隔大约3分钟扫过同一片天空。结果是，第一个接收器听到了，第2个却没听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信号要么非常短暂，要么非常窄地对准了某个方向，恰好只让第一个接收器碰上了。综合数据推断，它的持续时间可能就在72秒左右，远不到3分钟。从那之后，天文学家们不甘心啊。自1977年起，他们几十次回到同一片天空区域，用更强的射电望远镜在相同或相近频率上反复监听，像守株待兔一样等它再出现一次，哪怕只来10秒，哪怕若一点也行，只要能复现，就能追踪，就能定位，就能把谜题往前推进一步。但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哇，信号像是一扇门突然打开，里面透出一道光，然后门啪一声又关上了，从此再没开过。这里必须说清楚，不确定性很大，它可能是人工产生的，也可能是自然产生的。大耳朵当年的定位能力有限，我们只知道大致方向，不知道具体源头。于是各种解释开始登场，每一种都看似合理，但又各有破绽。有人提出自然解释，也许那是路过的彗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彗星周围有轻云，太阳风与轻云相互作用时，确实可能产生无线电辐射。2016年，一位研究人员安东尼奥·帕里斯提出，当时在那片天空区域附近可能有2颗彗星，266P 克里斯蒂安森彗星和 P2008Y2 彗星。听起来挺顺理成章，对吧？但彗星理论有个硬伤，哇，信号的频带非常窄，几乎卡在一个特别精准的频率上。自然界的信号源往往更粗糙、更宽，通常会在更宽的频率范围里散开。可这种极窄、极集中，像被刻意调频的特征，更像人工信号。某个东西刻意选了一个频道，然后发射了。于是又有人说，会不会是地球干扰？卫星、飞机、地面发射器刚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角度撞上了。但问题又来了，大耳朵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尽量过滤地面干扰，而且信号来的方向，也难以用当时任何已知的卫星或飞机路线解释。你看，解释一圈，答案还是绕回原点。它到底是什么？说实话，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个谜。
而这也正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像宇宙在我们耳边轻轻敲了一下铃铛，然后转身就走，连个回头都不留。将近50年过去，哇，信号依旧是 SETI 历史上最经典、最令人着迷的未解谜团之一。它从未再次出现，这既让人沮丧，也让人忍不住多想：如果那真是某个外星文明，为什么只发一次？他们是在用灯塔策略扫过银河系，我们只是恰巧被那束光擦到了一下，还是说那只是一次试播，一次误触发？甚至那根本不是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旁听到了别人的私聊。当然，也可能压根就不是外星人。宇宙里会发射无线电波的过程太多了，脉冲星、类星体、磁星、超新星一记。我们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射电源类别。也许信号属于一种我们没见过的自然现象，它只发生了一次，或者它发生过很多次，只是我们没再碰上。最残酷的事实是，答案可能永远不会到来。1977年，那72秒就像被时间冻住的录像片段，我们能反复播放、反复分析，但无法追加新镜头。可它也像一盏提醒灯，提醒我们，宇宙还有多少谜团，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射手座方向的某个地方，有东西发出过一次强大的窄带无线电信号，而我们恰好听到了。这要么是天文学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巧合，要么就是某种非凡现象的证据。无论哪一种，都足够诡异。所以近50年后，人们仍在谈论信号，不是因为它给了我们答案，而是因为它把问题定在了那里。宇宙里可能还有别的声音。好，现在我们把视线从耳朵转到眼睛，来聊另一件正在发生的怪事。一颗自2011年以来把天文学家逼到抓狂的恒星，它的正式编号叫 KIC 8462852，但大家更爱叫它塔比星，名字来自天文学家塔贝莎·博亚吉安。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了这颗星。塔比星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大约1/460光年。乍一看，它真就是一颗普普通通的恒星，比太阳略大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没什么戏剧性的爆发，也没有明显的标志性外貌。你把它放进星海里，它甚至不会让你多看一眼。可2011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那台专门盯着恒星亮度，用极高精度记录光强变化的测光机器，发现了不对劲。他观察到，这颗星有时会变暗。你可能会说，恒星变暗不是很常见吗？对，通常来说，这非常正常。因为如果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有一颗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就会遮挡一小部分光，恒星亮度就会轻微下降。开普勒最擅长的就是捕捉这种规律而微弱的变暗，这就是我们寻找系外行星的经典方法，看亮度曲线上有没有周期性的稳定的小凹槽。但问题是，如果只是这种标准剧情，塔比星根本不该出名。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开始让所有人坐不住了，因为它的变暗方式似乎并不像一颗行星那样规整，周期好预测。从另一颗恒星的角度回望太阳系，如果地球刚好运行到太阳正前方，太阳的亮度会被轻轻咬掉大约0.01%，这听起来几乎等于没有。
但对开普勒这类精密仪器来说，已经足够被抓出来了。它就像你家客厅的灯被一只小飞虫掠过，肉眼不一定看得出来，但高灵敏度传感器能立刻报警。再换成木星这种大家伙，注意，木星当然比地球大得多，但和太阳相比仍然只是小圆点。如果它从太阳前方经过，太阳亮度大约会下降1%左右。这就是我们最熟悉、最守规矩的行星凌日信号。亮度缓慢下降，到最低点后再对称回升，像一个非常规整的小碗，规律、可预测，重复出现。也正因为我们太熟悉这种标准剧情，所以当塔比星的数据摆在眼前时，大家才会集体愣住。这根本不像行星在走流程。2011年，它的光照强度突然掉了15%，然后又恢复。2013年，更夸张，它竟然按了22%，再慢慢回升。你可以把22%想象成什么概念？这不是灯泡轻轻抖了一下，这像是有人把你家灯的亮度直接从100调到78，而且还不是固定时间，不是固定幅度，也不是固定节奏。它的变暗不规律，不按可预测的间隔重复，持续时间也忽长忽短，有时只是轻轻一口，有时像被硬生生啃掉一大块光。这就麻烦了，因为那真的不像行星。一颗差不多木星大小的行星，通常也就遮住恒星1%的光，可要挡住22%。你需要的不是一颗行星，你需要的是一大片东西，要么规模巨大，要么数量惊人，要么结构复杂到离谱，甚至让人忍不住往最科幻的方向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像一张巨幕，正在恒星面前来回晃？于是，最初的发现像往油锅里丢了一把火，各种理论瞬间炸开。到底是什么在挡光？到底是谁在调暗这颗星？接下来剧情就变得非常刺激了，因为有人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像外星大片的猜想：外星巨型建筑。这个想法并不是随口胡猜，它有一个严肃的理论源头。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设想——戴森球。戴森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文明高度发达，能量需求暴涨，他会从哪里拿能源？他推断，最终他们可能会把主意打到恒星本身上，在恒星周围部署大量能量收集装置，像一群围绕恒星运转的太阳能卫星群，尽可能捕获恒星输出。注意，这里说的不是一整颗实心外壳把恒星包起来，那几乎不可能。更接近的是蜂群式结构，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收集器在不同轨道上运行。你一旦这么干，恒星的亮度就可能出现各种不规则的遮挡，一会儿挡多一点，一会儿挡少一点，形状还可能不对称，甚至像一团乱麻。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塔比星的曲线？但在你兴奋到准备写外星文明实锤之前，我得先把话说清楚。绝大多数天文学家并不认为塔比星是外星巨构，外星人假说一直被放在可能性最低的那一栏。科学界的默认态度永远是先找自然解释，因为宇宙里自然过程多到超乎想象，而外星巨构一旦成立，意味着你得推翻一堆更基础的判断。可问题偏偏在于，塔比星太古怪了，
古怪到你不得不把外星巨构这种选项至少摆上桌面，不是因为它最合理，而是因为其他解释一开始也都不够顺。那么，如果不是外星人，又会是什么？科学家提出了几种自然版本。第一种，彗星群。设想有一大群彗星围绕塔比星运行，当它们成群结队从恒星前方掠过时，彗星的尘埃尾巴会造成不规则遮挡，让亮度像心电图一样乱跳。这一度是主流解释，因为彗星确实能制造不规则、非周期的遮光。但彗星理论也有硬伤，彗星从哪来？你得要数量极其庞大的彗星和尘埃，才能遮住22%的光。更关键的是，彗星尘埃一般会让恒星在变暗时出现明显的颜色变化，通常会让光变更红，因为尘埃对不同波长的遮挡不一样。而塔比星在很多观测中表现得很诡异，亮度掉下去时，颜色却并不总像典型尘埃遮挡那样变化明显，就像有人把灯调暗了，但灯光色温却几乎不动，这不太像一堆热尘埃在你眼前飘。第二种，巨大碰撞的碎片云。如果恒星附近曾发生过2颗大天体相撞，产生的碎片云在轨道上扩散、拉扯、分裂，就可能造成乱七八糟的遮挡图案。这听起来也挺合理。可问题是，如果有大量温暖尘埃存在，我们应该在红外波段看到明显的热辐射超额，也就是恒星附近像多了一层温热的尘埃毯，会在红外发光。但观测并没有给出那种明确的红外爆灯信号，该出现的热尘埃好像并没有出现。第三种，恒星自身在抽风。有没有可能塔比星本来就是某种变星，会自己变暗变亮？宇宙里确实有很多会脉动、会喷发、会周期变化的恒星，但塔比星的问题是，它不太符合已知变星的典型特征，而且这种变暗模式太不均匀，太不像恒星内部节律，更像外部遮挡。就在争论僵持不下时，2017年的一组观测给了大家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天文学家再次捕捉到塔比星亮度减弱，并且用多种波长同时观测它的变化。结果很有意思，在蓝光下，亮度下降比红光更明显。这就像你在雾天开车，远处的蓝白色路牌更容易被雾吃掉，而偏红的灯光穿透力更强。微小尘埃颗粒对短波长偏蓝的散射更强。这种现象我们太熟了。地球天空之所以看起来是蓝色，就是类似的散射机制在起作用。所以线索指向了一个更朴素的答案，也许终究只是尘埃。可尘埃答案也会立刻引出新的问题。如果是尘埃，它来自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分布这么不规整？为什么遮挡图案像随机生成，却又能造成那么夸张的22%下降？一些最新观测倾向于认为，塔比星周围可能存在大片碎片带或复杂的尘埃结构，也许来自一颗被摧毁的行星，也许是一场大规模碰撞留下的残骸，也可能是某种灾难性事件把物质洒满了轨道平面。碎片在绕行时像一群不守队形的车队，时而密集，时而稀疏，于是星光就被不规则地遮住。这确实是目前相对主流的解释方向，但仍然谈不上令人完全满意，因为我们还没把全貌拼出来。尘埃的来源、寿命、补给机制、轨道结构，
很多环节还缺关键证据。而更让人抓狂的是，塔比星的怪事并没有结束。10多年了，我们一直盯着它，它仍在以奇怪、难以预测的方式变化亮度。不同望远镜、不同团队、多个数据集相互印证，这不是误差，不是仪器故障，也不是某一次倒霉的数据污染，确实有某种东西在真实地遮挡这颗恒星的光，而且遮挡方式至今仍让人费解。截至2025年，塔比星仍是天空中最离谱的对象之一。数千亿颗恒星里，偏偏它像个不按剧本走的主角。我们几乎没见过第二个完全类似的案例。也许某一天我们会突然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但完全自然的过程。也许，仅仅是也许，它会把我们带向另一种全新的解释，一种我们过去压根没想到的东西。好，接下来我要带你看另一个绝对不应该存在的怪物，而且它不是一颗星，它是一种结构，一种你用普通光学望远镜根本看不到的幽灵圆环。2019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类极其古怪的天体结构，名字直白到有点可爱——奇异无线电圈，简称 ORC。为什么叫这个名？因为它们真的很奇异，形状像圆环，而且只在无线电波段出现。你用射电望远镜对准某些天区，数据里会冒出一个几乎完美的圆，像有人在宇宙画布上用圆规画了个圈。而这个圈有多大？夸张到你不敢相信，直径往往是数十万光年，有的甚至接近或超过100万光年级别。要知道，银河系直径也就10万光年左右，也就是说，有些 ORC 大到能把银河系套10个进去。更离奇的是，这个圆环的中心常常还能看到一个星系，通常是椭圆星系。你在可见光里看它，像个正常星系，不炸裂，不喷火，不写着我很异常。可偏偏在无线电里，它周围就像出现了一圈巨大的回音壁。第一批 ORC 的发现来自天文学家雷诺里斯带领的团队，他们当时用的是澳大利亚的射电望远镜 ASCOPE 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在做大规模射电巡天。ASCOPE 看宇宙的方式和光学望远镜完全不同，它不是看光，而是听无线电。当研究团队在处理数据时，这些圆环突然冒出来。一开始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这肯定是数据处理错误，因为在天文学里，太圆反而可疑，自然界很少给你一个近乎完美的圆，尤其是在跨越几十万光年的尺度上。这种几何感太像人为误差、仪器响应、算法为影。但他们仔细检查后发现，它们不是幻觉，圆环结构在不同处理方法下都存在。随后又找到了更多个，其他望远镜和观测也陆续证实，这些圆圈是真的。截至2025年，我们已经确认了大约10来个 ORC， 数量不多，但每一个都巨大、稀有，而且成因至今仍是谜。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从无线电图像上看，每个 ORC 都像一个环状或鞘状的辐射结构，边缘亮，内部相对暗，整体接近圆形，有的几乎完美圆，中心往往坐着一个椭圆星系，光学上看着很正常，周围也没有明显的可见光特征。
能直接解释这圈无线电辐射从何而来。天文学家当然会先拿老熟人来对比，比如超新星遗迹，恒星爆炸后向外膨胀的壳层，确实常呈圆形，但超新星遗迹尺度小得多，而且一般发生在星系内部，跟具体的爆发残骸相关。ORC 的尺度和距离都完全对不上，太大太远，不像超新星遗迹，比如行星状星云、垂死恒星抛出的气体外壳，也可能看起来圆，但它们更小，通常在我们银河系内。ORC 绝对不是那一类东西。再比如一些射电星系的射电瓣，中心超大质量黑洞喷出物质，形成两侧巨大的射电结构，从某些角度看可能呈现环状投影，但 ORC 往往又不符合典型射电星系的特征。中心星系看起来并没有足够强烈、持续的活动，何来制造如此巨大的结构？至少在目前数据下很难匹配。那它们到底是什么？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科学界目前有几条主线猜想，但都还在证据不足的阶段。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可能是星系中心某次巨大能量事件产生的冲击波壳层，比如星系经历了一段疯狂的恒星形成期，或者中心黑洞短暂爆发，向外推开物质，冲击波像气球一样膨胀，经过数百万年形成一个近似球壳，而我们从某个角度看到它的边缘，就像看到一个圆环。这思路在物理上说得通，可立刻又冒出新问题。如果星系时不时就会经历活跃期，为什么 ORC 这么少？为什么我们没看到大量类似结构把天空铺满？另一种观点把 ORC 和星系合并联系起来，两大星系碰撞会引发冲击波、气体翻搅、磁场重塑，理论上也可能形成球壳式的无线电结构。但同样的问题是，星系合并并不罕见，而 ORC 却极其稀有。这意味着要么 ORC 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要么它们的可见窗口非常短，错过了就看不到。当然，也有人提出更大胆、更宇宙学味道的猜想，或许 ORC 与早期宇宙的某些原始事件有关，甚至扯到宇宙弦或某些时空结构的遗迹，但这些目前更多是推测，没有足够数据支撑到可以站稳脚跟。所以现实就是，我们对 ORC 仍处在刚认识的阶段，我们认识它们也就几年时间，还远没到能下定论的程度。接下来科学家最需要的不是更华丽的故事，而是更多的样本，更多的多波段数据，更精细的中心星系研究，看看它们是否真的有过爆发史，有没有隐藏的活动和迹象，周围环境是不是特殊，它们是否处在星系团、丝状结构或某种特定宇宙环境里。ORC 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们代表了一种新东西。几十年来，我们研究射电天空，但直到更灵敏的巡天望远镜出现，ORC 才突然浮出水面。它们并不是最近才诞生的，更可能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以前看不见。这也揭示了天文学里一个非常关键，也有点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实：宇宙充满了我们还没发现的东西，不是因为它们躲起来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还不够好。每当人类造出更强的望远镜，或者第一次用新的波段去看宇宙，几乎都会发生同一件事，我们会看见一些完全意料之外的东西，像宇宙突然把帘子掀开一角，
告诉你，你以为你了解我？你才刚入门。就是这种掀帘子的典型案例。没有人原本在寻找星系周围的巨大射电圆环，它们完全是意外，而意外往往才是科学最锋利的刀口。截至2025年，ORC 的成因仍未被解释清楚。我们知道它们存在，也知道它们大致长什么样，但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把这些巨大的无线电圆环刻在了宇宙背景上。它们就像无线电波段里的一串问号，巨大、安静，悬在那儿，等着某一天有人带着更好的工具、更好的理论，终于把他们的谜底讲出来。好，前面我们聊了泄号，这种向宇宙打了个响指又瞬间装没事的怪事。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得更远一点，远到宇宙整体长什么样这个层级，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些几乎在宇宙尺度上打破规则的东西。2021年和2024年，天文学家在极遥远的深空里发现了2段让人头皮发麻的巨型结构。第一段被叫做巨型弧线 Giant Arc， 它不是某颗星，不是某个星系，而是一串由星系和星系团组成的超大结构，看起来像天空里被画出的一道巨大弧形。更夸张的是，它的跨度大约33亿光年。注意，这不是离我们33亿光年远，而是它本身从头到尾就有33亿光年那么长。你要是让光从它的一端跑到另一端，要跑33亿年才能到。而这个巨型弧线距离地球大约92亿光年，也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看到的是宇宙更年轻的样子，像在翻一张92亿年前的旧照片。发现它的人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博士生阿莱克西亚·洛佩兹团队，用的是巡天数据与特殊的方法，去描出星系在深空中的分布，最后拼出了这条巨弧。然后剧情在2024年又升级了，同一团队在同一片天区，差不多同样的距离位置，又发现了另一个更诡异的结构，他们叫它大环 Big Ring。 这次不是弧线，而更像一个巨大的圆环或环状壳层，直径大约13亿光年，一圈的周长大约可到40亿光年量级。它同样在约92亿光年的距离处，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片宇宙区域里，同时看见了一条巨弧和一个巨环，像宇宙在那儿随手画了一个笑脸和一只眼睛。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俩是不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部件？为什么这事会让宇宙学家紧张？因为它直接戳到一个宇宙学的地基——宇宙学原理。宇宙学原理说的直白点就是，如果你把尺度放得足够大，宇宙应该是差不多均匀的。你往任何方向看，平均物质密度应该差不多，宇宙不应该在最大尺度上还出现特别夸张的偏心和大块头。这个假设非常关键，几乎等同于我们用来描述宇宙演化的标准框架的一部分。没有它，很多公式、很多推断都要重写。而根据目前标准模型的估算，从大爆炸到现在这10几亿年的时间里，引力把物质拉扯、堆叠、结团是有速度上限的。太大的结构，理论上来不及长出来。很多讨论里提到的一个理论尺度上限大约在12亿光年左右，可巨型弧线直接干到33亿光年，差不多是上限的近3倍。大环即便按直径算也在顶着极限走，按周长算更是离谱。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结构是真的，
那要么我们的上限估计不对，要么宇宙在最大尺度上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平整，要么就是存在某种我们还没搞懂的过程，能把物质组织成比理论预测更大的图案。当然，科学界的第一反应通常不是推翻地基，而是先问一句：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因为星系分布这种东西很容易出现错觉。你想想，我们在一堆点点点里找形状，人脑天生爱找模式，看到几段像线的，就会自动连线；看到像弧的，就会自动补全。换句话说，有时候你以为看到了一条结构，其实只是随机分布恰好排出一个图案。但洛佩兹团队做了比较细的统计检验，巨型弧线如果纯属随机巧合，概率大约是1/6000两级，而大环的统计显着性更强，有报告甚至给到接近几西格玛的水平。再加上两者在天空中相隔不远，距离又相同，这种同区同距同时出现的组合，让纯巧合看起来更难站得住。那它们到底是什么？目前你能看到的解释大概分成3类，一类是已知物理的延伸，一类是假说级别的新东西，还有一类是也许根本没那么惊悚。比如有人提到重子声波震荡爆，早期宇宙里炽热等离子体中有声波传播，后来在物质分布上留下了某种特征尺度，像宇宙的等高线，但巨弧和大环的尺度明显更大，和大典型尺度对不上，于是这个解释目前更像方向之一，还没成为答案。再比如更大胆一点的宇宙弦，这是一种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时空意味缺陷，如果它们存在，星系可能会沿着这些线更容易形成，进而造出超大尺度的结构。但宇宙弦至今仍是推测，没有直接观测证据，所以它更像是备用剧本。还有一派观点相对稳健，大型结构本身未必足以推翻宇宙学原理，因为在某些宇宙模拟里，类似超大尺度的图案也可能在符合标准模型的前提下出现。争论的焦点就落在你看到的这一个到底有多罕见，统计方法是否稳健，样本是否有选择效应。简而言之，现在还在吵，而且有理由吵。更有意思的是，到了2026年初，有报道提到团队还在讨论一个更大的环式结构，似乎像是把巨弧和大环串起来的延伸部分。如果后续数据真的证实这种组合结构，那挑战感会更强。但同样的，它也更需要更大规模的巡天去验证，比如用更广更深的天空数据来复查。说白了，别急着下判决，宇宙学最怕的就是样本不够。好，说完堆得像山一样大的结构，我们再去看一个反方向的极端，空得发慌的地方。在宇宙里，有一块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区域，名字就很直白，穆夫座空洞 Boötes Void。 它的尺度大到离谱，直径大约3.3亿光年。你可以这么想，银河系直径也就10万光年上下，这个空洞相当于把银河系放进去，能放出几千个银河系的宽度。按宇宙中星系的平均密度来估算，这么大一块体积里，本来应该有大约2000个星系才合理，可天文学家真正数下来，只找到了大约60个左右，不是一个没有，但少得夸张，像一个本该热闹的城市中心，结果只剩下几十盏路灯。
它是在1981年被天文学家罗伯特·基尔什纳和同事发现的。当时他们在做星系红移巡天，绘制星系在三维空间里的分布图，结果发现某个方向像被挖走了一大块，星系密度突然断崖式下降，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泡。起初他们也怀疑是不是漏观测了，是不是仪器不灵，是不是那片天区数据有问题，但后续更深入的观测确认，这栋是真的。宇宙里确实有一个巨大空间区域，星系稀少的不正常。当然，宇宙里有空洞并不稀奇。我们现在对大尺度结构的直观认识，是所谓的宇宙网。物质像蜘蛛网一样，密的地方是星系团与丝状体，稀的地方就是空洞。多数空洞尺度是几千万光年级别，很常见。但木夫座空洞特殊在于，它太大了，大到几乎触碰到我们模拟里空洞能长多大的上限边缘。它为什么会形成？原理听起来其实很朴素。早期宇宙几乎均匀，但密度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些地方稍微密一点，有些地方稍微稀一点。重力会奖励密的区域，它吸来更多物质，越稀越密，也会惩罚稀的区域，物质不断流向周围更密的地方，那里就越来越空，最终变成空洞。计算机模拟用这一套机制，能很好地重现我们看到的宇宙网。丝状体、团块、空洞，像自然长出来的一张结构图。木夫座空洞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几乎是一个极端样本。它逼着我们问，在宇宙年龄、引力强度和初始扰动的条件下，空洞究竟能长到什么程度？它现在看起来还勉强在理论允许范围内，但已经贴着边走了，所以它特别值得研究。就像你把发动机转速拉到红线附近，最能看出机器到底靠不靠谱。更妙的是，空洞里那少数几个星系，往往也显得性格怪一点，因为环境真的会塑造星系。你想想，如果你生活在星系密集的繁华城区，隔三差五就被邻居的引力拉扯，可能还会发生擦肩、并合、气体交换。你的一生很热闹，也很容易被别人影响。但如果你在木夫座空洞里，最近的邻居可能远在几百万光年之外，你就像住在宇宙郊区的独栋小屋，几乎没人打扰。这样的隔离环境可能会让星系保留更多气体，形成恒星的节奏不同，外形演化路径也更自顾自。空洞就像宇宙送给我们的一个天然实验室，让我们看看孤独长大的星系会变成什么样。但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偏偏这里会这么空？答案很可能要追溯到宇宙最初的种子。这个区域在极早期的初始密度就略低于平均水平，于是几十亿年下来，物质被引力慢慢抽走，流向周围更密的地方，空洞就被越掏越大。可为什么它一开始就更稀？那就牵扯到更深的起源。早期宇宙的初始密度起伏从何而来？主流观点认为，这些起伏与暴胀时期的量子涨落有关。在大爆炸后极短时间里，宇宙经历了指数级膨胀，量子层面的微小波动被拉伸到天文尺度，变成后来的密度差异。大多数波动都很小，但偶尔也会出现偏大一点的幸运或不幸样本。木夫座空洞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后果，一个早期的小小偏差，
被138亿年的时间放大，最终变成直径3.3亿光年的巨大空虚。你仔细想想，这真的很震撼。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片几乎空无一物的宇宙荒原，可能起源于宇宙诞生后那一瞬间，某个微小到不可思议的量子起伏。宇宙就是这样，最微小的差异，只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就能滚成最巨大的结果。说到早期宇宙，我们就得提一个看起来很小，但让人越看越不安的东西——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的冷斑。它从2003年被认真确认以来，就像一块贴在宇宙婴儿照上的奇怪污渍。你想忽略它，它偏偏太显眼；你想解释它，它又总差那么一点点，怎么都对不上。先把背景说清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本质上就是大爆炸留下的余晖。宇宙最早的天光，在宇宙诞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空间里充满自由电子，光子一出门就被撞回来，宇宙像浓雾一样不透明。一直到大约38万年后，宇宙温度降到电子和质子终于能结合成中性氢，雾散了，宇宙突然变得透明，光子终于可以一路狂奔，不再被拦截。而我们今天看到的 CMB 就是那批光子，它们已经在宇宙里飞了138亿年，最后以微波的形式从天空四面八方向我们轻轻地照过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的背景墙纸，不刺眼，不热闹，但信息量极大。CMB 最惊人的特征就是它的均匀。你拿温度计从不同方向测，结果几乎处处相同，大约2.725开尔文，比绝对零度高一点点。可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完美一样，而是存在非常非常细微的波纹，温度起伏只有10万分之一量级。别小看这10万分之一，这就是宇宙后来长成今天模样的种子。在 CMB 里，密度稍高的地方往往温度稍低一点点，这些密一点的地方后来靠引力越拉越多，最终变成星系、星系团，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网。换句话说， CMB 就像宇宙38万岁时拍下的一张快照，而我们现在的星河灿烂不过是这张快照的长大版。所以科学家才会用 COPE、WMAP、Planck 这些卫星把 CMB 地图画得越来越精细，想给宇宙做一次最彻底的体检。然后体检报告里出现了一个异常，冷斑。在天空某个方向有一块大约10度级别的区域，温度明显比预期更低。它不是稍微凉一点，而是比平均温度低了大约70百万分之一度。听起来仍然微不足道，对吧？可在 CMB 这个温差本来就小到离谱的世界里，这种幅度已经算很夸张了。就像一张几乎纯白的纸上突然出现一块明显更暗的阴影，你一眼就会注意到这个冷斑位于波江座方向，形状偏椭圆，跨度约10度乘5度。为了让你有直觉，满月在天上的视直径大约半度左右，所以这块冷斑的尺度差不多相当于把几十个满月拼在一起那么大，你不可能当它不存在。最麻烦的是，按标准宇宙学模型计算，这样一个又大又冷的区域随机出现的概率大约是2%，2%不是0，不是不可能。
但也绝对谈不上常见。意思就是，你模拟100次宇宙，大约只有2次会撞上这种冷斑。于是尴尬就来了，我们只有1个宇宙，我们没法说，那我再开99个宇宙看看。我们只能盯着这一个冷斑反复问，到底是我们运气差，抽到了2%的罕见铅，还是它真的暗示了某个更深的物理原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几条主要解释。第一条是相对保守的解释，超空洞。你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宇宙空洞，星系稀少的区域，假设在冷斑这个方向上，从我们到 CMB 之间正好有一个很大的空洞，那么 CMB 光子穿过它时，会经历所谓的萨克斯沃尔夫积分效应。简单说，就是引力是随时间变化，会让光子径损失一点能量。可以这么理解，光子进空洞时要爬出引力市井，能量会被消耗，离开时又会落回市井，按理能量会补回来。如果宇宙不膨胀，这2步几乎抵消。可问题在于宇宙在膨胀，空洞在光子穿越的时间里会变得更空，市井在变化，导致光子出来时补回的能量少于进去时丢掉的能量，最后就表现为这束光子的温度更低，在 CMB 地图上就成了冷斑。而且确实有观测显示，冷斑方向上似乎存在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空洞。听起来很像答案，对吧？但最扎心的一点是，即使把这个空洞算进去，模型也只能解释冷斑降温的一部分。想完全解释那种又大又冷的程度，你需要一个更巨大、更极端的空洞，而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那里真的存在这么夸张的结构。第二条解释就更奇幻了，多元宇宙碰撞。在某些永恒暴胀的理论里，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泡沫海里的一颗泡泡。假如早期另一个宇宙泡泡撞上了我们的泡泡，碰撞的痕迹可能会印在 CMB 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冷区或热区，像2个气泡擦碰后留下的一道印子。这解释听起来像科幻，但它能被讨论到桌面上，恰恰说明科学家有多困惑。当传统解释不够时，人们才会把更疯狂的可能性也拿来审视。当然，这个解释目前最大的尴尬是，除了冷斑本身，并没有其他直接证据支持宇宙碰撞真的发生过。第3条解释最冷酷，它就是统计偶然。2%的概率意味着它罕见，但完全可能。就像你掷硬币连出7、8次正面，你会觉得不对劲，但它确实能发生。问题是，我们只有1个样本，1个宇宙，1张 CMB 地图，我们没法像实验室那样重复实验、积累统计。于是，这个冷斑到底是有意义的异常，还是恰好抽中罕见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下结论的问题。截至2025年，冷斑的成因仍然没有定论，它可能和超空洞有关，但看起来又不完全够。它可能只是统计波动，但直觉上又太醒目。它也可能指向某种更奇异的物理，但那仍停留在推测。可以确定的是，它确实很不寻常。它就像宇宙在最早的照片里留下的一块冷印章，在我们找到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之前，它会一直在那里，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成熟的宇宙学模型，也可能还有盲点。好，
既然我们已经站在早期宇宙的背景墙前面看一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回更近一点，拉到一颗看起来普通，但在化学和核物理层面违背常识的恒星。它叫普日比尔斯基之星，编号 HD101065，距离地球大约370光年。在半人马座方向，远远看过去，它完全像一颗正常的 A 型恒星，质量约太阳的2倍，亮度约太阳的6倍，没爆炸，没喷流，没什么戏剧性表演。可当你把它的光谱摊开来看，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天文学家在它的大气里看到了某些元素，铬、Tc、钋、Pm， 以及一些其他短寿命的放射性元素。问题是，这些东西按理说在恒星里根本留不住，很多同位素的半衰期太短了，从宇宙时间尺度来看，简直就是眨眼就没。这里你要理解一个核心逻辑：恒星的元素组成通常被认为来自它诞生时的原材料，一团气体云，混着前几代恒星遗留下来的元素。恒星内部核聚变能造出一些元素，氢变氦，氦变碳氧。更重的元素往往要靠超新星合并极端高能事件去合成，然后撒回星际介质，再被下一代恒星吃进去。所以当我们在一颗恒星的大气里看到重元素，通常会说它形成时就带着这些元素，或者后续发生了某些富集过程，把它们浮到大气里。但放射性元素有一个残酷属性，它们会衰变。比如铀的半衰期约45亿年，所以地球上过了这么久还剩一些铀，这没问题。可镉没有稳定同位素，寿命最长的镉98半衰期也就约420万年。420万年在宇宙里是什么概念？几乎就是一瞬间。而普日比尔斯基之星从各种性质来看，更像一颗成熟恒星，可能已经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如果它一开始就有镉，那么几亿年、几十亿年过去，这些镉早就衰变干净了。按理说，一个都不该剩。可光谱告诉我们，它不仅有，而且特征还很明显。更夸张的是，科学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详细研究它，到现在几十年过去，这些异常特征一直都在。那问题就像一把钉子，这些镉、这些钋，到底从哪里来的？于是又出现了几条解释，但每一条都不太舒服。第一种，恒星表面存在未知核过程，能持续产生镉，可这几乎等于在挑战我们对核物理的理解。恒星外层相对冷，不具备正常核反应所需的高温高压。你要说内部核心有核反应，那还说得过去。可你要说表面就能造的，目前没有已知机制支持。第二种，镉来自恒星内部，被某种对流或混合搬运到表面，听起来像从锅底翻上来。但问题是，这颗星的内部条件也很难通过常规核反应链稳定地产生这种短寿命元素，并且持续供应到表面，逻辑链仍然断裂。第三种就更像科幻，但也因此更吸引人。恒星里可能存在超重元素，并且落在理论上的稳定岛附近。稳定岛的想法是，在元素周期表很高的位置，或许存在某些相对更稳定的超重核素区域。如果普日比尔斯基之星里真的含有这类超重元素，它们可以缓慢衰变，
衰变链中就可能不断补充得破这类中间产物，相当于一个放射性补给源。但这仍是推测。我们在加速器里确实合成过一些超重元素，可它们大多寿命极短，几乎瞬间衰变。稳定岛是理论预测，还不是事实。可普日比尔斯基之星实在太怪了，怪到你不得不把这种超出常规的可能性也摆上桌面。更别说这颗星还富集了一堆稀土元素，比如火、低、铀等谱线异常强，含量比太阳高得多。它属于化学成分特殊恒星的范畴。这类恒星的磁场与辐射压力会让某些元素在大气里下沉或上浮，形成不寻常的风度分布。但即便在化学怪星里，普日比尔斯基之星也是个极端。它的风度模式太夸张，而且还带着短寿命放射性元素这一独特标签，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同款。有人又提出，会不会它其实有个看不见的伴星，比如中子星或白矮星，把含放射性元素的物质喂给它？听起来像一出双星戏码，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伴星迹象。它的运动没有显示出我们预期那种被伴星牵引的明显摆动，所以截至2025年，这颗星仍然像一张没解开的化学谜题。放射性元素本该早已归零，可它们偏偏还在。要么我们遗漏了某种核过程，要么存在奇异物质，要么我们的观测或解释里有根本性的盲点。而这三种选项，没有一个是让人睡得踏实的。也正因为如此，普日比尔斯基之星才会被反复盯着。它像是在提醒我们，宇宙里不只是远处有怪结构，就连一颗看似普通的恒星，也可能藏着一条能把物理课本拉出来重新翻页的暗线。2017年10月19日，夏威夷的 Pan-STARRS 望远镜在例行巡天时，突然抓到一个在背景星海里动起来的小点。刚开始，谁都没当回事，太阳系里会动的东西太多了，小行星、彗星、碎片、尘团，每天都有新发现。但很快，数据越积越多，天文学家脸色就变了。这个家伙不对劲，不是有点不同，而是完全不像我们太阳系的本地居民。他的轨道告诉我们，他不是绕着太阳转了一圈又回来那种本地人，而是从外面闯进来，越过太阳，再头也不回地飞出去。他的速度、轨迹、能量，统统指向同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星际访客。他们给他起名叫奥莫莫欧缪缪尔，这是夏威夷语，意思大概是侦察兵信使第一个到来的访客。名字非常贴切，他确实像一个从黑暗深空里派来的探路者，冲进我们的太阳系，给我们看了一眼，然后立刻消失在星际夜色里。这是人类第一次确认，有东西真的从其他恒星系统飞来，穿过我们家门口。它从天琴座方向接近，穿过内太阳系，接着远离太阳，飞回星际空间。最让人抓狂的是，我们能观测它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几周。等大家反应过来，组织观测、排望远镜、调设备，它已经越飞越远，变得越来越暗，最后暗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就这几周，奥莫莫给我们留下了一堆看似答案，实则谜题的线索。越看越怪，越怪越想看。
但偏偏它不给你时间。第一怪，形状。天文学家不是用肉眼看它长什么样，而是看它在翻滚时亮度怎么变化。就像你把一个东西放在灯下转圈，它反光的强弱会告诉你它是圆的、扁的，还是细长的。结果推算出来的形状，夸张的像开玩笑。最佳估计，它大约400米长，40米宽，比例接近10: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雪茄，也有人说更像一张煎饼。这取决于它具体是细长的杆，还是扁平的片。无论哪一种，都很不寻常。我们太阳系里的小行星彗星，形状通常更接近球形、土豆形，或者乱七八糟的碎块形。像奥陌陌这种极端细长或极端扁平的东西，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在自然界里确实罕见的离谱，罕见到你会忍不住问一句：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被雕成这种样子？第二怪，表面。奥陌陌看起来偏红，和外太阳系一些天体很像，这倒不算离谱。长期暴露在宇宙射线和星际环境里，表面材料会被辐照老化，颜色变红，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就像常年风吹日晒的塑料会发黄一样。星际旅行的表面也会变色。可紧接着，更怪的来了，它靠近太阳时没有挥发。典型彗星一接近太阳就会升温，冰开始升华，喷出气体和尘埃，形成一团模糊的彗发，再拖出彗尾。彗星之所以看起来像彗星，靠的就是这团气体尘埃的外衣。奥陌陌没有，它甚至一度跑到水星轨道内侧那么近。按理说，如果它是冰彗星，应该早就开始冒烟了，可它干干净净，像一块冷冰冰的硬物，这让人怀疑，它更像小行星，更像岩石或金属。如果故事到这里，那奥陌陌只是奇形怪状的星际小行星，可真正让它变成全球天文学热搜的，是第三怪。第三怪，它被推了一把。当天文学家用引力模型去算它的轨道时，发现它的运动和纯粹的万有引力预测有细微偏差。它离开太阳系时，速度比预期快了一点点。这意味着除了太阳和行星的引力之外，还有某种额外的推力在作用，一种非引力加速度。对彗星来说，这不奇怪。彗星喷气会像小火箭一样产生反冲推力，轨道就会轻微偏移。这套物理我们很熟，甚至可以反推它喷气的方向和强度。但奥陌陌的问题是，它看起来没有挥发，你看不见尘埃云，你看不见明显喷发，那到底是什么在推它？于是科学家开始列清单，一条条是。一种解释说，它可能确实在释放气体，只是释放得非常干净，气体里几乎不带尘埃，所以不会形成明显挥发。它可能在某一侧缓慢漏气，产生推力，但我们就是看不到那层薄薄的气体。确实有一些观测试图寻找微弱气体的痕迹，但结论并不牢靠，信号太弱，很难一锤定音。另一种解释更物理美学，阳光在推它。太阳光子不仅带能量，还带动量。光子撞到物体上，会施加极其微弱的压力，这叫辐射压力。对大多数岩石天体来说，
这点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远远比不上引力。但如果物体非常薄、非常轻，像一张帆，像一层膜，像一块巨大的薄片，那么辐射压力就可能变得重要，甚至能解释那一点点额外加速度。于是奥莫莫的形状又被重新审视，也许它不是雪茄，而是煎饼。如果它宽几百米，厚却只有几米，甚至更薄，而且材质又相对轻，那么阳光推一推，真的可能推得动。可这立刻引出新的疑问：自然界怎么会造出这么薄、这么大，还挺结实的东西？你很难想象一块岩石或者冰，在宇宙里被磨成几百米宽的薄片，还不碎，还保持整体结构。你要说它是碎片吧，碎片通常更乱、更不规则，不会这么像设计出来的一样。于是争议最猛的那条解释登场了，也就是让全世界媒体嗨翻的那一条。2018年，2位哈佛天文学家阿维·勒布和什穆埃尔·比亚利发表论文，提出一个大胆猜想：奥莫莫可能是人造物，更具体地说，可能像一张太阳帆光帆，一片非常薄的反光结构，专门利用恒星光的辐射压力推进。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我们看到的不是石头，而可能是某个外星文明发射的探测器、残骸，甚至是一种航行设备。这想法当然引爆争议，因为在天文学里，外星人假说几乎永远是最后的最后，你得先把自然解释榨干，才会走到这一步。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倾向于奥莫莫是天然的，只是天然的很怪，可能是一颗极其特殊的彗星，或者是一块被撕碎的行星碎片，或者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某种罕见材料组合。说到底，这场争论最令人抓狂的地方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真相。奥莫莫走了，他现在太远太暗，我们已经看不见。我们当初只有几周的观测窗口，很多关键数据根本没来得及拿到。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你在黑夜里看见一个神秘人从门口闪过，你只来得及看清一个轮廓，他就消失了。你甚至来不及问一句你是谁。好消息是，我们已经知道星际访客会来，我们也会更有准备。事实上，第二个星际天体在2019年出现了，鲍里索夫彗星，而它反而太正常了，有会发，有会围，行为像极了太阳系里的普通彗星。正因为它正常，才显得格外有价值。它告诉我们，星际彗星可能和我们的彗星没什么本质差别。可奥莫莫依然独一无二，它像一张谜题卡片，扔到人类面前，逼你承认，太阳系之外的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更奇怪。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星际天体穿过太阳系并不是什么神话事件。银河系里充满了被各个恒星系统弹射出来的小行星和彗星，它们在星际空间漂流，偶尔有一两个就会撞上我们的探测能力范围。我们现在终于能看到它们了，而我们每看到一个，都等于拿到一块来自太阳系外的免费样本。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从飞过来的奇怪石头切换到突然亮起来的奇怪爆炸。2018年6月，全球多台望远镜几乎同时捕捉到，在距离地球大约2亿光年的某个星系里，发生了一次非常明亮的爆炸型瞬变事件。
它的自动编号很像密码。后来因为编号里恰好带了几个好记的字母，它有了一个外号式的名字。总之，这个事件迅速让天文学家警觉起来。一开始大家以为它是超新星，毕竟超新星我们太熟了，恒星爆炸，变亮，再慢慢变暗，每年都会发现不少。可这个事件越看越不对劲，同样是爆炸，它像是在用完全不同的规则办事。第一，它太亮了，亮度比普通超新星高出10到100倍。第二，它起得太快，多数超新星要好几周才到峰值，它却只用几天就冲到顶。第三，它退得也太快，普通超新星能亮上好几个月，它却在几周内迅速淡下去，像有人在宇宙里打开了一只强光手电，照一下就关掉，快得让你怀疑是不是观测出了错。更怪的是光谱，它不像任何已知类型的超新星，温度极高，达到数万度，颜色偏蓝，紫外辐射很强，爆炸物质的扩散速度也极其惊人，甚至接近光速量级的效果表现。天文学家越分析越迷糊，什么样的引擎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释放这么夸张的能量？很快他们意识到，这不是个例。翻档案继续监测后，类似的事件陆续被找出来，一类全新的天体现象浮出水面，它们被叫做快速蓝色光学瞬变 FBOT。 名字很直白，快速，几天到几周就完成从爆发到消退。蓝色意味着温度高，紫外强。光学瞬变在可见光波段突然出现又消失。截至2025年，这类事件只发现了几十个左右，不算多。它们要么确实罕见，要么就是出现得太快，我们还来不及抓住，更可能两者都有。那它们到底是什么？目前主流解释大概有几条路线，但都还在边走边修的阶段。一种想法是，这是黑洞或中子星诞生时的特殊版本，大质量恒星死亡，核心坍缩，质量够大就变黑洞，稍轻则变中子星。通常能量主要用来炸开外层，形成超新星，但在某些极端条件下，能量释放方式可能变了，比如形成一股强喷流，像钻头一样穿透恒星外壳，迅猛地把能量打进周围介质。于是你看到的就不是慢慢亮、慢慢退的超新星，而是瞬间爆亮、快速熄灭的 FBOT。 第二种想法是潮汐瓦解事件的快版本。如果一颗恒星靠近黑洞，黑洞潮汐力会把它撕碎，碎片螺旋落入黑洞，释放巨大能量。这类事件我们也见过，确实非常亮，但经典潮汐瓦解通常要几个月才到峰值，衰退也慢， FBOT 快太多了。于是有人提出，也许是小型黑洞撕裂白矮星，或者更紧凑、更小尺度的目标。被撕裂的动力学完全不同，于是变成几天就见顶的版本。第三种想法是紧凑天体碰撞，比如白矮星撞白矮星，白矮星撞中子星，碰撞在短时间内释放恐怖能量，也许能造出这种快、亮、热的瞬变。但目前最诚实的答案仍然是，我们还不知道。 FBOT 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它出现的太短，你稍微慢一点，它就熄了。每一次新的发现
都是一次抢救式观测。尽快调动多波段望远镜，尽快拿到光谱，尽快追踪衰退曲线。我们就像在夜里捕捉一种只闪一下的萤火虫，每抓到一只，才多一条线索。FBOT 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代表着真正的新东西。超新星研究了几百年，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把恒星爆炸理解得很深了，然后宇宙用一个又快又亮的时间告诉你，别急，课还没上完。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更时间层面的怪事，一颗看起来像是比宇宙还老的恒星，它的正式编号叫 HD 140283，但大家更喜欢叫它马土萨拉星，取自传说活了969岁的马土萨拉。因为这颗星给人的感觉就是老得有点过分。它离地球大约190光年，在天秤座方向。你如果知道该往哪里看，甚至用双筒望远镜都可能找到它。它是一颗亚巨星，意味着核心的氢燃料差不多用完了，开始从主序阶段退休，进入下一段演化。这种星通常很古老，往往诞生在宇宙早期。研究它，就像研究一件远古文物，你能从它的成分、亮度、温度里读出宇宙早年的环境。天文学家估算恒星年龄有几条经典路线，一条是看化学成分，宇宙最初几乎只有氢和氦，重元素天文学家叫金属，是后面靠恒星核聚变、超新星爆发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越早形成的恒星，金属含量往往越低。马土萨拉星的金属含量极低，含铁量大约比太阳少250倍。这像是在对你说，我出生的时候，宇宙还很清汤寡水。另一条是看它的燃料消耗与演化状态。恒星核心把氢烧成氦，氢烧完后演化就会改变。通过观测它的温度、光度、成分，再和恒星演化模型比对，就能估算的燃烧了多久。然后麻烦来了，当科学家把这些方法用在马土萨拉星上时，得到的年龄居然在140亿年左右，并且误差范围和宇宙年龄138亿年左右，产生了令人不舒服的重叠。这就像你拿到一张出生证明，上面写着这个人比人类文明的起点还早出生，逻辑上不可能，但数据偏偏就把你逼到墙角。宇宙年龄不是随口估的，它来自多条独立证据。CMB 宇宙膨胀参数、最古老星团的年龄等等，都指向同一个量级，而且这些测量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精确。所以如果宇宙年龄越来越稳，那不舒服就只能落在恒星年龄估计上。问题一定在这里。可我们怎么会错？模型也成熟，方法也经典，关键就在误差与细节。马土萨拉星最佳估计接近140亿年，但理论上它也可能在137至138亿年左右，刚好比宇宙年轻一点点。从数学上说得通，但从直觉上看仍然别扭得很，因为这又牵扯到恒星形成的时间窗口。大爆炸后，第一代恒星几乎纯氢氦，可能非常大质量，需要先诞生，再快速死亡，再把重元素撒进星际介质，后面第二代恒星才会形成。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可能是几亿年量级。马土萨拉星含有少量重元素，更像第二代恒星，那它就不太可能在大爆炸后立刻就出现。于是它的最大年龄理论上应该被压到一个更舒服的区间，
比如135亿年左右。但观测和模型偏偏老把它往更老的方向推，这就逼出了几种可能性。第一，我们对低金属风度恒星的演化模型，某些细节可能还不够完美。也许这些恒星的核燃烧效率、内部混合、能量输运，在极端低金属环境下会出现我们没完全抓住的差异，从而影响年龄推断。第二，距离测量可能存在微小偏差。年龄估计很依赖光度，而光度依赖距离，哪怕距离只差一点点，年龄估算就可能明显变化。天文学家用视差测距离，盖亚卫星把精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现实世界总会有系统误差与不确定性，也许实际距离略不同，足以把年龄拉回更合理的位置。第三，也许真实年龄确实更小，而我们恰好落在统计分布的边缘。当你测一个带误差的量，真实值有时就是躲在误差条的一端，也许它其实只有135至137亿年，只是最佳拟合值看起来更老。截至2025年，马土萨拉星仍然让人感觉老得过界，它不可能真的比宇宙更老，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测量、模型或者某个看似不起眼的参数，还藏着一根没拔掉的刺，而这种刺，恰恰是科学最精彩的地方。宇宙不会因为我们写好了教材就按教材演出，它会用一个怪数据、一颗怪星、一块怪石头、一次怪爆炸，逼我们回头检查，是不是还有一块拼图，我们一直没看到。现在，我们得停下来问一个更刺脑子的问题：这些怪事看起来像一锅乱炖，真的毫无关联吗？你想想，70年代那一声哇，信号的窄带无线电尖叫，一颗亮度忽明忽暗，像被谁随手拧灯的恒星，无线电波段里凭空冒出来的巨大圆环，大到离谱的弧线和巨环，像宇宙在尺度上超标施工；大到让人发慌的空洞，像有人把宇宙挖走一整块。远古余晖里那块明显偏冷的斑，恒星光谱里不该存在的放射性元素，一位从星际深处闯进来又匆匆消失的访客，几天爆亮几周熄灭的诡异爆炸，还有那颗老得让人不舒服几乎贴着宇宙年龄上限的马土萨拉。乍一看，这些像是10个完全不同的悬案，各管各的，互不搭理。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它们又像是在对你重复同一句话，只是用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证据、不同的方式。宇宙比我们目前的模型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地图上仍然有大片空白区，那里可能藏着我们还没真正理解的过程、现象，甚至物理规律。你看，哇，信号至少在提醒我们，宇宙里可能存在我们尚未归类的窄带无线电源，不管它最终是彗星、干扰，还是别的什么，它都逼着我们承认，我们并没有把天空里所有会响的东西都听明白。塔比星则像在说，恒星并不总按教科书生活，它们周围的环境、尘埃、碎片带，甚至我们没想到的机制，都可能让变暗这件事变得离谱到像科幻。奇异射电圈告诉我们，星系不仅会长在那里，它们还能在巨大的尺度上塑造结构，而且直到我们换了耳朵，这些结构才突然进入视野。巨弧和大环则更狠，它们像是在戳宇宙学的地基，
宇宙在最大尺度上到底有多均匀？大尺度平均这件事，是否比我们想象中更有周折？穆夫座空洞又从另一个方向提醒，有时候空也能空到极端，空到接近理论红线。CMB 冷斑像一块贴在宇宙婴儿罩上的冷印章，要么是罕见但可能的统计波动，要么是某种结构效应，要么就意味着我们对早期宇宙的理解还有盲点。普日比尔斯基之星更像一记闷棍，短寿命放射性元素为什么还在？是大气分层、磁场筛选、未知和过程，还是我们对光谱解释哪里出了根本性偏差？奥默默则提醒我们，太阳系不是封闭社区，星际碎片会来串门，而每一个访客都可能带来别的恒星系统的样本。FBOT 那种快得像闪电的爆炸又在说，即便是恒星死亡这种我们以为很懂的领域，大自然仍能掏出新的牌型。至于马土萨拉星，它像一个把尺子顶到极限的老古董，宇宙年龄的刻度和恒星演化的刻度之间，任何一点点误差都会被它放大到让人坐立不安。单看每一个都只是怪，我们只需要解释一个怪。可当怪事多到一串串出现，它们就不只是噪音了，它们开始像一幅图，一幅宇宙仍然充满未知，仍然能让我们惊讶的图。而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很多真正的大突破，往往不是从顺滑的证据链开始的，而是从几根扎手的刺开始，从那些不合适的数据开始。你越接近理解一个新层级的真相，越会先撞上一堆异常，像门缝里先透出来的冷风，告诉你门后面有东西。想想相对论的故事。19世纪末，物理学看起来几乎完美，像一座修到天花板的宫殿，可偏偏有2处怎么补都补不好。水星近日点进动总差一点，不管你怎么测，光速似乎都恒定的不讲道理。起初它们像2个独立小毛病，一个天文问题，一个电磁问题。后来爱因斯坦来了，把它们连成同一个答案，不是水星怪，也不是光怪，而是时空的规则更深一层。相对论把散落的异常突然拼成了完整图案，所以我们也忍不住会想，现在这些宇宙谜团会不会也在发生同样的事？会不会它们其实是同一张拼图的碎片，只不过我们还没找到那块关键转角？总有一天，会有人提出一个新框架，或者发现一种新过程，一下子把这些看似分离的怪事串起来，像突然把灯打开，原来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房间。当然，也可能不是。也许每个谜团都有自己独立的解释。哇，信号可能只是一次巧合的自然源或人类干扰。塔比星就是尘埃和碎片带的复杂组合，偶尔是某种冲击波壳层。巨弧和大环是统计与选择效应叠加的结果。普日比尔斯基之星有某种我们还没完全建模的大气分层与元素富集机制。只有把每一个谜团都按证据做完，才知道到底哪一种。但无论最终答案是一锅乱炖还是一条主线，它们共同的价值都在于，它们逼我们问更深的问题，它们把我们推向宇宙规律的边界，而边界正是最刺激的地方。也正因如此，现在学天文学特别迷人。你可能会惊讶，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进步，很多都来自错，
来自矛盾，来自打脸。20世纪初，天文学家看到遥远星系普遍在远离我们，而且越远退得越快。最初这简直荒唐，难道我们在宇宙中心？后来人们意识到，如果不是星系在跑，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那一切就顺了。于是大爆炸理论诞生，宇宙不是静止永恒，而是有起点，会演化。这个结论当年是反直觉的，但它被观测硬生生推了出来。再后来，类星体出现了，看起来像星星，却亮得像整个星系，远得离谱。它逼着科学家承认，那不是恒星，那是星系核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在疯狂吞噬物质。一个怪光点，让我们改写了对星系的理解。原来很多大星系中心都藏着黑洞，而且它们深刻影响星系演化。再往后，80、90年代，人们本来以为宇宙膨胀会被引力慢慢拉慢，结果用遥远超新星测出来，膨胀在加速，完全说不通。于是暗能量被提出，一种我们至今仍不真正理解，却必须承认存在的成分。又是一次，观测先把桌子掀了，理论只能跟着重摆。这就是科学的气质，不是拿理论去压现实，而是让理论去追现实。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这些谜团，它们也是同一种前兆。观测在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不对劲，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忽略，说那是误差，是巧合，是统计噪声。可科学不会满足于算了，科学的本能是把那根刺拔出来，看它到底扎在哪里。而我们为什么最近会接二连三发现这么多怪东西，并不是宇宙突然变怪了，是我们突然看得更清楚了，工具变好了，宇宙的隐形层就开始显形。想想哇，信号，70年代的大耳朵望远镜按今天标准当然简陋，能听到强信号，却不擅长精确定位，也做不了非常细致的频谱与时域剖析。可如今我们有更强的射电阵列，定位能力、灵敏度、分辨率都不是一个级别。未来像 Sky 这种超大工程，更是要把射电天空翻个底朝天。换句话说，如果信号今天再来一次，我们未必还会只剩一句我们可能能直接追到它的门牌号。塔比星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被发现，不是因为谁专门找怪星，而是因为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让我们第一次能常年连续盯着10几万颗恒星，捕捉那种细微、长期、反复的亮度变化。以前我们做不到持续监控，就很难在时间轴上抓到这种离谱的模式。后来 TASS 接棒，新的巡天方式继续扩大样本，再加上更强的红外观测、更精密的光谱、更稳定的测光，我们就像从偶尔瞥一眼升级成全天候录像。同样的道理，韦伯望远镜这样的红外猛器，地面自适应光学的飞跃，未来的大口径极大望远镜，它们带来的不只是看得更远，还包括看得更细、看得更全波段。每打开一个新窗口，宇宙就会给你塞进一堆你没预料的东西。这是天文学几乎不变的规律，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几十年，怪事只会更多，不会更少。更多谜团等着解开，更多观测会跟现有理论产生摩擦，更多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数据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
而这恰恰是令人兴奋的地方。神秘感不是科学的敌人，神秘感是燃料，它比我们更认真、更谨慎、更大胆，逼我们质疑假设，逼我们设计更好的观测，逼我们提出新机制、新模型，甚至新物理。最后，我们把镜头从宇宙拉回人。研究这些谜团的人，并不是站在云端的超人，大多数时候，他们就是一群普通人，会兴奋，会困，会犯错，会争论，会不服气，也会在深夜盯着数据发呆。1977年，杰瑞·埃曼看到哇信号时，他面对的不是炫酷屏幕，而是一张纸质打印件，上面一串数字突然高得离谱。他拿起红笔圈起来，在旁边写下“哇”，那不是论文标题，那是人类看到意外时最直接的反应：惊讶、兴奋，还有一点点不敢相信。塔比星的团队也一样，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向外星聚购，他们是先把所有常规解释翻了一遍，翻到翻不动时，才不得不把非常规选项也摆上台面。科学内部永远是吵的，有人觉得提外星人太草率，有人觉得不能先入为主排除可能性。很多想法最后会被证明是错的，但吵架、质疑、推翻再重建，恰恰就是科学前进的方式。普日比尔斯基之星更是几十年的折磨，一代又一代人盯着同样的光谱异常，提出过许多解释，很多都不够好用，但他们仍然在做更精密的观测，在改模型，在校准误差，在尝试新的物理路径。科学不是灵光一闪就结束，它更像长跑，你不确定终点在哪，但你知道必须继续跑下去。所以，这一连串宇宙谜团带给我们的，可能不只是答案，更是一种态度。遇到困惑，不要立刻放弃；遇到异常，不要急着抹掉；遇到争议，不要害怕混乱。因为很多时候，真正的突破就藏在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而现在，我们正在一个工具大爆炸的时代站在门口，门后面是什么？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宇宙还会继续给我们惊喜，而我们也会继续追问下去。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在1964年被发现的，说白了，当时更像是一场工程事故现场。工程师在测试一套高灵敏度射电天线，结果怎么调都调不干净，四面八方都有一层稳定的嘶嘶声，像宇宙在背景里一直开着一个永不停机的白噪音。起初大家以为是设备坏了，天线沾了东西，甚至以为是城市噪声没屏蔽干净。后来才意识到，不是设备的问题，是宇宙在说话。那层噪音是大爆炸留下的余晖。但注意，发现不等于理解。你看到一张照片，不代表你看懂了照片里发生了什么。真正让我们看清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细节，是几十年后的事。那些显示微小温度起伏的精细地图，来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发射的卫星。到2000年代初，人们才在这些地图上注意到那个令人不舒服的异常 ——CMB 冷斑。现在是2025年，我们盯着它已经超过20年了。20多年不短了，足够一个人从大学一路读到教授，足够一整代望远镜从立项到退役。可冷斑依然像一块贴在宇宙婴儿照上的阴影，
你知道它在哪里，你能测量它，你能围绕它写论文、开研讨会、做模拟、做统计，但你仍然没法拍着胸脯说，我完全弄明白了。可我们不会放弃，科学不允许你说算了。我们会继续观察，继续争论，继续把每一个可能性拆开、验证、排除，再把剩下的可能性重新组合。我们会不断改进仪器，不断改进模型，不断改进数据处理方法。我们会接受一个现实，有些问题就是要花很长时间。这就是科学真正要求的品质：耐心、坚持不懈，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容忍。老实讲，不确定性很难受，比起提出问题，拿到一个明确答案要舒服得多。人类天生就喜欢盖章式的结论，但宇宙并不在乎我们舒不舒服，它不会因为我们焦虑就把答案塞给我们。宇宙只按它自己的方式运行，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它弄清楚，哪怕慢一点，哪怕绕一点，哪怕暂时只得到还不知道。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有些谜团能卡住我们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比如信号，1977年出现，到现在都快50年了，为什么还没破案？原因其实有很多，而且每个谜团卡住的方式都不一样。第一种最常见的情况，数据根本不够。信号只持续了72秒，我们只有一个观测点，一次性事件，而且再也没有重复过。你想想看，如果你只在森林里看到一只动物72秒，你当然能描述它毛色、大小、移动方式，也许还能听到它叫了一声，但你没法研究它。你不知道它吃什么，在哪里筑巢，什么时候出现，是否群居，会不会迁徙。你连它到底是不是同一种动物都很难确认。单个数据点能做的分析再精细，也有天花板。信号就是这个天花板。我们能把那72秒榨干，反复校验，做频谱，做统计，做各种可能性推演，但最后还是绕回同一个残酷事实：缺少更多同类样本，没有重复，你就很难把偶然和规律彻底分开。第二种情况，数据很多，但现象太复杂。塔比星就是典型例子，它不是只闪了一下就跑，它是10多年持续给我们出题。我们有大量观测，不同望远镜，不同波长，不同时间段，我们见过它多次变暗，我们甚至能看到不同颜色光线的变化差异。可问题恰恰在于，你数据越多，越能发现它不是一个简单机制能解释的，可能同时发生多种过程：碎片带、尘埃粒径分布、轨道结构、恒星活动，甚至你没想到的局部事件。某个模型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却解释不了另一部分，另一个模型补上这一块，又在别的地方露出破绽。它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开关的灯泡。不是缺数据，而是太多因素纠缠在一起。这时候，你需要更细的理论，更好的数值模拟，更关键波段的观测，甚至需要一个新的观测窗口来把关键变量从噪音里拎出来。第三种情况，测量精度逼近极限，误差会叠加。马土萨拉星就属于这一类。我们能非常精确地测温度、测亮度、测化学成分、测距离，听起来都很硬核，很靠谱。
但当你把这些量输入到恒星演化模型里去推年龄时，年龄不是一个直接测出来的量，它是很多测量、很多模型假设、很多校正项叠加出来的结果。叠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小不确定性都可能累积。你某个参数偏一点点，另一个参数又偏一点点，最后在年龄这个结果上就可能偏出一截。要找出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在微微走样，非常困难，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多变量系统，你需要更精确的观测、更严密的误差分析、更完善的演化模型。所有这些都要时间。还有一种更现实也更常见的原因，技术还没到位。很多谜团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我们看不见。地球大气层会阻挡某些波段，扭曲另一些波段。你在地面在努力，也有物理上过不去的门槛。太空望远镜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太空望远镜又贵又慢，从概念、立项、设计、制造、发射到调试，动辄10年起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就是一个经典例子。他最初在90年代提出，到2021年才真正发射升空，几十年不是夸张，是常态。所以如果某个谜团的关键证据恰好需要下一代仪器才能看到的东西，那你就得等，不是等1周，是等10年、20年。当然，还有最难的那一类，需要理论上的突破。有时候数据其实够了，仪器也够了，但我们缺的是一个正确的理解框架。我们需要有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提出新的概念，把散乱的事实重新组织起来。可理论突破这东西，你没法排班，你不能说周二上午10点，我们来个革命性的想法。创造力不听指挥，它只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撞到你，然后你自己也会愣一下，原来还能这么想。暗能量的故事就很典型。90年代测遥远超新星，本来想确认宇宙膨胀在减速，结果测出来在加速。最初很多人不信，这太离谱了，肯定是数据错了。后来独立团队反复验证，越来越多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宇宙确实在加速膨胀。那怎么办？现有理论解释不了，于是科学界不得不先做一件事，承认我们缺了一个东西，先给它起个名字，暗能量。哪怕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不是答案，但名字意味着我们承认它存在，并开始系统研究它。从观测困惑到集体接受，再到建立新框架，每一步都要时间，因为每一步都需要数据，需要验证，需要争论，需要共识的慢慢形成。我今晚说的这些谜团，其实就处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有的还在等更多样本，比如信号；有的样本很丰富，但需要更好的理论和更关键的观测，比如塔比星；有的需要把精度推到极限，才能把误差压缩到一个让人放心的范围，比如马土萨拉星；有的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思路，甚至新的物理语言，比如 CMB 冷斑。你可能会觉得这太慢了，但科学的进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看起来很慢，实际上一直在动，数据在累积，方法在改进，模型在迭代，错误在被排除，理解在一点点收敛。更重要的是，
这些谜团会教会我们一个非常反直觉但极宝贵的东西：科学不是为了随时给你一个舒服的答案，科学的核心是对我们不知道保持诚实。当你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科学的回应不是编故事，也不是装作没看见。科学的回应是：我们承认不知道，我们列出可能解释，我们设计观测去区分这些解释，我们收集更多数据，我们允许新的想法参与竞争，我们让证据来裁决。在某些认知体系里，我不知道会被当作软弱，好像你必须立刻给出一个说法，哪怕没证据也要圆上。科学恰恰相反，承认不知道不是丢脸，是起点。你不承认问题存在，你就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哇，信号就是完美例子。近50年来，科学家一直公开坦诚地说，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天然射电源、外星信号、地面干扰，各种解释都被拿上桌，认真讨论，认真检验，但没有一个解释能把所有细节都稳稳盖住。正是这种不急着拍板的诚实，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找到了答案，那一定是证据堆出来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编出来的。而这种方法也赋予科学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自我纠正。理论错了就改，解释不行就换，新证据来了就更新。历史上这种翻修太多了，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静态宇宙到膨胀宇宙，从黑洞什么都不出到理解量子过程下可能存在的辐射与蒸发。每一次改变都不是因为谁更会说，而是因为证据逼着我们必须这么改。所以我今晚讲的这些谜团，很可能也会改变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也许是小修小补，也许是大改图纸，但无论结果是什么，它都会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更接近现实，不是更舒服，而是更准确。而这些谜团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教训：科技决定我们能发现什么。我们建造射电望远镜，所以听到了哇信号；我们有了开普勒那样持续监测的太空望远镜，所以捕捉到了塔比星的离谱变暗；我们建造了能快速巡天的射电阵列，所以看见了 ORC； 我们拥有足够灵敏的天线，才在1964年误打误撞听到了 CMB。 每一次仪器升级都会打开一个新窗口，而窗口一打开，宇宙就会把新东西塞进来，不是因为它突然新增了东西，而是因为那些东西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以前看不见。这就是为什么科研仪器的投入这么重要。它当然满足好奇心，但不止于此。很多看似遥远的天文学技术，最后都会落到我们生活里。更好的成像传感器，更精密的信号处理，更先进的通讯算法，更高效的数据压缩与降噪方法。你建望远镜，不只是为了看星星，你在逼着人类把技术往前推。最后，再说回人类的心理，我们的大脑天生讨厌悬而未决，我们喜欢规律，喜欢解释，喜欢把一切放进一个能讲通的故事里。当你遇到一个真实存在，你能测量，你能反复确认，却解释不了的现象，那种感觉就像心里有个痒点，怎么都挠不到。你会惦记，会不甘，会想追到最后。这也是这些宇宙奥秘如此迷人的原因。
它们不是传说，不是脑洞，它们是真实的数据，是真实的天体，是真实的偏差，是真实的异常。它们就摆在那里，像宇宙递过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你以为你都懂了？再看看这个，想想哇，谢号。将近50年了，人们一遍遍回头看那72秒，像在反复播放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它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是天然现象，还是某种有人在发消息的痕迹？最折磨人的地方就在这，我们没有一个干脆利落的答案，悬着卡着，挠不到痒处。可偏偏这种悬而未决本身就有一种被低估的价值，它逼我们谦逊，因为人类太容易自信了。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以为自己懂了，结果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打脸。我们以为地球是平的，以为我们站在宇宙中心，以为大陆板块一动不动，以为原子就是最小的积木。后来呢？全错。所以当这些谜团摆在我们面前时，它们像是宇宙递来的提醒卡，别太早宣布胜利。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可能仍然只是一个版本，不是最终版，甚至可能只是早期测试版。这不是坏消息，恰恰相反，这非常让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学。宇宙还没把底牌亮完，我们离探索终点很远很远，甚至可能才刚刚起步。换个角度想，谜团就不再只是令人沮丧的问题，它更像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继续探索，继续发现，继续把边界往外推一点点。每解开一个谜团，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就会扩张一圈，哪怕暂时解不开，我们在追问的路上也会捡到新工具、新线索、新发现。回顾一下我们今晚聊过的这些怪事清单，只出现过一次，再也没回来的窄带无线电信号，一颗亮度忽明忽暗，完全不按行星凌日套路走的恒星，围绕星系只在射电波段才看得见的巨大圆环，尺度大到让宇宙学原理都开始紧张的巨型结构，一个本该塞满星系却近乎空荡荡的超空洞。 CMB 地图里冷得过分，冷得让人怀疑人生的一块区域，一颗恒星大气层里居然藏着按理说早就衰变没了的放射性元素，一个闯入太阳系又迅速消失的星际访客，亮得离谱，快得像闪电的爆炸，还有一颗老得让人坐立不安，几乎贴着宇宙年龄天花板的恒星。这些听起来像科幻，但最震撼的一点是，它们都是真的，不是传说，不是臆测，不是理论上可能，而是我们真的测到、真的看到、真的记录下来的观测结果。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都在邀请我们更细致的观察、更严格的推理、更大胆的想象新的可能性。每一个谜团都在告诉我们，你们还没看全，你们还没懂透，而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科学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一套跟宇宙对仗的流程。我们看见现象，提出假设，构建模型，给出预测，再用观测去检验。当预测和观测对得上，我们就暂时放心，至少这一块我们摸对了。但当观测偏偏不听话，当现实跟模型对不上，科学才真正变得刺激起来，因为那意味着这里有新东西。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进步
都来自这种对不上。牛顿力学在日常尺度几乎无敌，直到人类开始接近光速，才发现不够用，于是相对论登场。相对论在宏观尺度非常强悍，到了微观世界又不够用，于是量子力学登场。这不意味着科学错了，而是意味着科学一直在升级版本，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不自欺。所以你可以把这些谜团当作线索。哇，信号可能指向我们还没遇到过的天然射电源，也可能提示更深层的东西。不管怎样，它就是一个珍贵的数据点。塔比星让我们知道，恒星不是永远乖乖做标准样本，它们的周边环境可能复杂的超出想象。奇异射电圈告诉我们，星系能塑造出我们过去根本看不见也没想过会存在的结构。巨弧和大环逼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根本假设：宇宙在最大尺度上真的足够均匀吗？博埃特斯空洞和 CMB 冷斑象是在测试结构形成的极限。引力、初始涨落、宇宙膨胀，我们真的全懂了吗？普日比尔斯基星象遗迹提醒，恒星大气层里的物理与化学，可能还有暗角。奥默默则把我们的视野从太阳系自家院子拉到了银河系的公路上。星际碎片会路过，我们只是刚好开始具备看见路过车辆的能力。FBOT 把恒星死亡这门看似成熟的学科又推回了前沿，原来爆炸还有新剧本。马土萨拉星则用一种很刺眼的方式提醒，测量与模型永远带着不确定性，别把误差条当装饰品。这里还有一个很值得咀嚼的对比，现代天文学大概也就400年历史。1609年，伽利略把望远镜对准天空，才算真正拉开了系统观测宇宙的序幕。400年听起来很长，可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400年占比是多少？几乎可以忽略，大约是宇宙寿命的3000万分之一左右。我们观察宇宙的时间，在宇宙尺度上，连眨一下眼都算不上。可就在这短得可怜的时间里，我们做了多少事？我们搞清楚恒星是怎么点燃，怎么寿终正寝。我们发现了其他星系，我们确认宇宙在膨胀，我们探测到黑洞、中子星、引力波，我们找到几千颗系外行星，我们绘制出宇宙网，我们测到了大爆炸余晖。才400年，你敢想再来400年、4000年、400万年，我们会看到什么吗？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往往不是靠想出来的，而是靠看出来的。而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有什么工具。射电天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才真正起步，之前人类根本不知道宇宙里到处都是射电源。你看不到脉冲星，看不到类星体的射电喷流，也听不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射线天文学在60年代才打开窗口，红外、伽马射线、引力波，每多打开一扇窗，宇宙就多露出一层以前完全隐形的结构。所以我几乎敢打包票，未来几十年，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今天听起来像科幻的现象。不是因为宇宙突然变奇怪，而是因为我们会突然看见它本来就奇怪的那一面，甚至更离奇。你可能会问，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还得上班、付账单、照顾家人。宇宙的奇怪无线电信号不会替你缴房贷，
远方的巨型结构也不会直接影响你今天的晚饭。可我觉得，理解宇宙的重要性还有更深一层，它给你一个位置感，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我们生活在一颗行星上，绕着一颗普通恒星转，而这颗恒星又在一个普通星系里飘着。我们是浩瀚宇宙的一部分，知道这一点，常常会改变你看问题的方式。那些看似天大的烦恼，那些激烈的分歧，都会被放到一个更宏大的背景里，一个主要由空旷空间与神秘现象组成的背景里。这并不是说你的生活不重要，恰恰相反，你的生命、你的经历都真实且珍贵。但当你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更古老、更奇妙、更神秘的整体时，会有一种奇特的松动感。你不再只被眼前一小块舞台困住，而且这种连接并不是诗意比喻，是物理事实。进入你眼睛的每一个光子，都来自某颗恒星，可能在银河系里，也可能来自数百万、数十亿光年外的别的星系。那道光在宇宙里走了漫长的路，最后撞上你的视网膜，让你看见你体内的碳、氧、氮、铁确实来自恒星。你真的是星辰组成的。这不是抒情，这是化学与天体物理。我们很幸运，活在一个能研究宇宙的时代。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只能仰望天空，心里发问，却没有办法测距离、测光谱、听射电、看 CMB。 今天我们可以造望远镜，收集数据，写模型，验证假设。我们甚至还能被宇宙反问，用那些怪到离谱的现象把我们逼回黑板前。当然，研究宇宙最难的一课之一，是学会接受暂时没有答案。现实生活里，我们习惯即时答案，不懂就搜，几秒钟解决。可宇宙不按这个节奏走，有些问题要几十年，有些要几百年，有些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迎来结论。这不是缺陷，这是科学的魅力。你看吧，信号，快50年了，我们依然不知道它是什么，很沮丧，对吧？但它也在教我们耐心。宇宙按它自己的时间线运行，不会照顾我们的急躁。我们必须等到正确的观测、正确的技术、正确的想法同时出现。更妙的是，就算你等不到原问题的答案，你在等待的路上也会收获别的宝藏。新技术、新方法、新发现。科学里有个词叫偶然发现。你本来找 A， 结果顺手捡到了 B， 最后 B 反而改变了世界。CMB 是偶然发现的，脉冲星是偶然发现的，甚至青霉素也是偶然发现的。宇宙喜欢用这种方式给我们惊喜。所以当我们还在追哇信号、追塔比星、追冷斑、追 work 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停在原地。我们在发展射电阵列，改进数据分析，训练新一代科学家，升级探测器。就算某条路最终证明走不通，它也会排除错误方向，逼我们更接近真相。这也是很多非科研的人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他们会觉得，如果几十年还没搞定，是不是浪费？可科学不是只靠立刻成功推进的。暗物质搜寻几十年还没抓到粒子，有人说失败，但它带来的探测器技术、背景抑制方法、对粒子物理模型的约束，都是实打实的进步。
哪怕是没找到，也能告诉我们，它不在这里，不长这样，我们得换思路。这些宇宙奥秘同样如此，就算我们永远没法100%确定信号是什么，对它的追寻也推动了射电天文学，让我们更擅长从噪声里分辨异常，更清楚真正的证据应该长什么样。就算塔比星最终只是尘埃与碎片的复杂组合，我们在研究它的过程中，也会更懂恒星周边环境，更懂尘埃物理，更懂观测策略。过程本身会产出知识，因为科学不仅仅是拿答案，科学更重要的是提出好问题，设计好检验，顺着证据追到底，并且允许自己在不知道的时候坦诚地说我还不知道。而这些谜团，说到底不是障碍，是机遇。我们离终点还远，天文学仍然年轻，我们才刚刚触到皮毛。未来的仪器会更灵敏、更频繁、更全波段地扫描天空，我们会听见更微弱的信号，看见更遥远的光，捕捉更短暂的爆发，识别更隐蔽的结构。也许我们会再遇到第二个信号，甚至把它直接定位到某个天体。也许我们会彻底解释塔比星的变暗机制，顺便发现一整类同款怪星。也许我们会把 ORC 的成因写进教材。也许我们会重新校准宇宙学原理在大尺度上的适用边界。也许我们会解开冷斑的真相，是超空洞，是统计罕见，还是更奇特的物理。也许我们会迎来下一位奥嬷嬷，而这一次我们准备好了，能用全世界的望远镜把它从头盯到尾。也许 FBOT 会被拆解出明确的机制，成为爆炸目录里新的章节。也许马土萨拉星的年龄紧张感会随着测量与模型改进而解除。也许还会出现新的谜团，新的今天根本想不到的东西，去困扰未来的几代天文学家。这就是科学的魅力，它不是一张写满答案的试卷，而是一条不断扩展边界的路。我们未必会在短时间内拿到所有答案，但我们一定会提出越来越好的问题，并且一步步把已知的疆域往外推。所以今晚，如果你刚好要出门，或者只是走到阳台、楼下、停车场，请花10秒钟，抬头看看天，看一眼那些看似安静，其实极其吵闹的光点。你以为那只是几颗星，可其中一些根本不是星星，那是星系，是由数十亿颗恒星组成的灯海，距离我们几百万光年，甚至更远。它们的光穿越了漫长到不可思议的黑暗，只为了在此刻落进你的眼睛里。再想深一点，在那片浩瀚宇宙的深处，有一颗恒星正以我们仍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忽明忽暗，像是有人在远方轻轻调着灯。有一片地方几乎空无一物，大到可以装下几千个星系，却偏偏像被宇宙挖空了一样。有一个信号只出现过一次，短短72秒，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像有人按了一下门铃就消失在夜里。有一个星际访客曾高速穿过我们的太阳系，翻滚着，加速着，沉没着，然后彻底引入黑暗。有些爆炸亮得像宇宙里突然打开了一盏探照灯，快得像闪电，几天就冲到顶峰，又迅速熄灭。甚至还有一些结构庞大到让理论都开始紧张，它们按理说不该那么大，
可它们偏偏就在那里。宇宙真奇妙，它不仅辽阔，还很有个性。它充满谜团，而每一个谜团都是一张邀请函，邀请你去思考，去质疑，去探索。我们到底以为自己懂了多少？又到底还有多少没看见、没理解？我们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能研究这些事物的时代。我们拥有足够强大的望远镜，能在不同波长里看见以前完全隐形的宇宙层次。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能意识到这不对劲，这很奇怪，这值得追下去。400年前，这一切几乎不可能，人们只能仰望星空，心生疑问，却没有办法把疑问变成数据。400年后，我们会知道的更多，多到今天听起来像科幻的事，到那时可能只是教科书里的常识。但此刻，我们就在前沿，我们正在突破边界，正在把已知的地图往外推。我们正在太空里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执拗地问：它是什么意思？它来自哪里？它告诉了我们什么？能活在这样的时代，见证这样的过程，真的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而且这一切不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不是发生在小说里，不是只属于某个幻想的年代，是现在，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所以当你仰望夜空时，请记住，你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宇宙。有些奇迹我们能理解，恒星如何发光，星系如何旋转，引力如何塑造宇宙网。但更多奇迹我们还不能。那些信号，那些冷点，那些超大结构，那些诡异的恒星与爆炸，而我们发现的每一个怪东西都在提醒我们，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更离奇，更值得敬畏。探索之旅仍在继续，谜团依然存在。在遥远的深空，在星辰之间那片看似沉默的黑暗里，隐藏着更多奇特的事物，等着被发现。那些会让我们困惑，会挑战我们，也会最终教会我们新知识的事物。这就是天文学迷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会熬夜盯着曲线和噪声，反复校验，反复建模，反复争论。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着迷，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解释不了的异常，都可能是通往下一次大突破的入口。最后，我想把一个真正值得你带走的想法留给你。今晚我们提到的每一个谜团，都不是想象中的怪谈，它们代表的是现实。有些东西确实出现过，有些恒星确实在变暗，有些结构确实大得离谱，有些爆炸确实快得反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宇宙并不在意我们的理论，它不在乎我们的模型喜不喜欢，舒不舒服，它只按自己的规则运行。当我们足够认真地去看，就会看到一些让我们意外的东西。这种意外，一方面让人谦卑，它提醒我们所知甚少；另一方面又让人兴奋，它意味着永远还有更多等待我们去发现。科学并不是为了给出所有答案，科学更像一种态度，对证据诚实，对未知坦诚。当我们不懂，我们就说不知道；当我们困惑，我们就继续观察，继续测量，继续思考。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
不是假装我们什么都懂，而是勇敢承认我们还不懂的部分。而那些最奇怪的东西之所以奇怪，正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当前的认知，它们是异类，是异常，是谜题。但谜题是可以解的，也许不是今天，也许不是明天，但只要观察足够多，思考足够深，最终我们总能逼近答案。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太空又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别把它当成麻烦，把它当成机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拓展认知边界的机会。因为宇宙里真的充满奇异的事物，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还有更多仍躲在黑暗里。而当我们揭开每一个秘密，它都会回赠我们一样东西：更大的世界，更深的理解，以及更谦逊也更自由的目光。如果你已经听到这里，走完了这段旅程，或许你也已经被它吸引了，那挺好的。宇宙值得我们着迷，值得我们好奇，值得我们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它奇特，奇妙无比，美得令人惊叹。也正因为这种奇特，它才值得研究。感谢你陪我一起走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次探索，点赞或订阅会对频道很有帮助。记住，宇宙充满奥秘，我们才刚刚开始。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在星空之下，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那些我们尚未理解，也许有一天会彻底改变我们认知的事情。